有美食家说，潮州卤水呢是潮州菜之首。那潮州卤水呢，是用来卤制鸭耳或者是猪脚、猪内脏等等食材。一提到潮州卤鸭，相信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卤鸭饭。被卤得香气馥郁的鸭肉，搭配淋上咸香卤汁的白饭，两者在口中迸发出的美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我很想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这个卤鸭的做法呢，是不是有所改变？那卤鸭一开始呢，是配饭、配粥，还是配面呢？看，我这个古早味侦探呢，马上呢就要开工了。哎呀，真的是你不？你好，我知道你是谁，你有在那个 Xbox 里面出现，对不对？是的，是的。你唱罗密那首《迟到的迟》，对不对？那部戏我有演呢。我看，是你唱得很好嘞。谢谢谢谢。哇，然后你也是那个 MasterChef 的亚军哈。是的，是的。你觉得古早味是什么来的？我觉得古早味就是最淳朴，然后呢最地道，从中国我们的祖先带过来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寻找古早味的话呢，不是说要把那个当时的味道普及化，而是去了解它当时背后的人文风情。那你知道你得还原潮州卤鸭饭。是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版本的卤鸭饭。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鸭胸，然后我们用卤鸭的香料去低温慢煮。那你用了什么香料啊？主要有五香粉，然后呢也有八角、桂皮、丁香，还有用豆蔻。哦。然后呢，这个是个咸芋泥加卤饭爆成的米香。为什么是咸芋泥呢？因为我们在吃卤鸭饭的时候呢，有时候有芋头饭，那芋头饭里面有芋头是咸的。哦。然后卤饭呢就把它爆成米香。哦。还有这道菜里面有咸菜，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吃卤鸭饭的时候呢有配那个咸菜。然后那个咸菜可能就是有带甜、带辣，然后带酸，可以把那个油腻感给去除掉。好，那我就试试看了哈。好，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卤汁。哇，你的卤汁蛮浓稠的哈。是，好。我觉得你的鸭肉呢，低温煮的恰到好处，而且呢还好呢，你是有就是给它煎过，所以那个皮呢可以带出那个香气。你的芋泥呢做得非常的顺滑，没有任何的颗粒在里头。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你的那个米香呢，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因为它有一点点那种焦的那个味道在那边，所以真的可以提味。好，我现在知道你的厨艺是怎么样的，我对你非常有信心。OK， 重点是你喜欢吃卤鸭饭吗？我喜欢吃卤鸭饭。那很好，那我就带你去吃这个老字号的卤鸭饭。可是我们要快，因为每天都排长龙的。所以李昂，这是我们的第一档了哈。是的。单看它的那个卖相，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的切法跟其他的档口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一般上我在看人家切那种胸肉的时候，就是砍的吧，这个是扁扁的一片片这样子的。虽然是胸肉，不过感觉上还蛮嫩的。对，可能是它切片的关系吧。有可能怎么样？它的卤汁怎么样？我觉得它的卤汁没有非常的甜，就是它有点回甘。配饭的话呢，越嚼那个饭香味也会出来。然后这个我没有错的话好像是内脏。内脏，对。像这个辣椒酸酸的，辣辣的，还有那个蒜泥的那个香气。对，我觉得它的醋香味也是比较重一点。是，应该要是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瞎猜是没有用的，我们直接问老板。好，好不好？曾老板，你好，你好，你好。看到你的这个招牌写新巴沙嘛，对不对？你们的生意一开始是在新巴沙，那是什么年份呢？85年。
我就开始在那边，进到97年那边就被搬迁要做 MRT， 是，所以我就选择来这边。OK， 这样是谁教你怎么做这个卤鸭饭？我这个就是从我的姐夫，然后我姐夫那边他就从他姐夫学过来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古早味啊，最早期的卤鸭饭，那个卤汁里头呢，又有哪一些材料呢？我们的潮州的做法是药材是不会多，因为这个药材是拿来去腥味。你用的香料有哪几种？有姜粉啊、桂皮啊、八角啊、桂皮、丁香啊、盐水子啊，还有那个砖头啦、南姜啊，来把它提升。你在带谁？我在记录老板所说的。哦，你在记录东西啊！我一直斜眼看哈，你一直在哈那边，差不多好像一只手要过去。OK，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南姜，对对，南姜的作用是，它就把里面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南姜起着非常重要的那个也一定要那个作用。对对对对对。还有它的颜色那么深，是不是因为用了酱油？呀，对对对，酱油、酱青这些都是成定的配料。OK， 那有没有放糖？糖也是有，就是直接的这样加入那个卤汁里头，对对，不用经过任何的特别的处理。不用，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老卤汁在那边了。老卤。OK， 说到这个老卤啊，因为很多的卤汁啊，都需要有这个所谓的老卤，就是比如说今天做的这一锅，你都会得加昨天的那一堆进去，就是这样子一直传下去。对对对。所以你这边的老卤啊，劳碌了多少年了？自从我开始营业到现在，我们每天做完了，就是烧了，盖起来就不可以再动，因为你动了，它里面会发酸啊，那个是要重新做起，那个就要差不多7、8个星期才会回到那个原点。所以这个老卤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很重要。重点是你拿来的这个老卤啊，如果我们要还原的话，啊，老板，老板，你可不可以施舍我们这样多老卤？因为啊。如果我们要还原的话，古早味的话，一定要有老卤嘛。对对对。没有老卤的话，哈，你再老卤也没用的。Yes， 那我已经帮你了。OK， 除此之外啊，以前的这个卤鸭饭哈，到底卖的是些什么东西？有的是什么东西？哦，以前我姐夫那个时代，他们只是卖很简单卤鸭，还有白饭一个卤汁。包括内脏吗？哦，内脏一定是，因为鸭里面就有带一个内脏进来的。所以以前呢，只要是鸭里头可食的内脏，他们也是拿来卖的啦。对呀对呀，鸭胗、鸭肝，以前是有鸭肠，还有鸭血，以前都有这些，但是现在就没有。是，然你没有给人家喝汤了哦？没有，一路来到现在都没有汤。OK。老板，那卤鸭之前要怎么去腥呢？它来的时候我们要洗，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它挖出来，挖到干净净，然后我们就煮一大锅的白开水，这个鸭先放进去蒸煮，那个鸭也不要煮得太久，因为等一下你要过那个卤汁嘛。等一下，你就是说把它放进滚烫的开水里头，对对对，里头没有放来姜啊什么？那个不需要。那老板，你的辣椒的醋味有点偏重，是故意这样做吗？因为坦白讲，卤鸭多多少会带点油，你吃久你会腻。是，你配这个醋刚来吃的时候，你吃就不腻，不腻你就越吃越多。但这个哈，你用的辣椒哈是什么辣椒？大辣椒、小辣椒？以前是大辣椒。大辣椒，大辣椒也不会很辣嘛哦。不是很辣。到目前我用的全部都是小辣椒。还有呢，刚才我吃你的这个鸭肉哈，发觉到你的这个切法跟大众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这是自己创新的，就是因为以前我有卖鹅在新巴山，后来因为这个鹅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顾客就很想念你的鹅，所以 OK， 我就用我的鸭来削成片，把它当鹅养吃就好。那为什么鹅你得切片呢？因为鸭比较小嘛，鹅的肉很厚，如果你这样砍，你的嘴巴就塞不进，所以我们就削成片。容易吃。那古早味的这个卤鸭哈，是这样子斩的，还是切片的？我就是这样连骨斩，古早就是这样。连骨斩的哈。啊，连骨斩。OK， 那曾老板真的要谢谢你今天呢，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了，而且啊，他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啊，这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这个是我们的 secret recipe， 不跟你分享，他都很慷慨的跟我们分享。对对对，所以非常的感谢你。
李安呢，你那么喜欢吃这个卤鸭啊，我就用了我的人脉帮你找到这位潮州老师傅。他的餐馆呢就在这个潮阳会馆的旁边，在潮州社区里头呢是小有名气的。很多潮州籍贯的那些饕客呢，都喜欢来这里吃东西的。那他的做法应该蛮传统的吧？赶快带我去拜师学艺吧！赶快哈，这个是小山坡，你滚下去了。师傅，我把你的徒弟给带来了，你看看。看起来是一个爱吃之人了。请师傅多多指教。好，老板，我们怎么开始啊？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OK， 第一样我们就要把这些香料放下去先，给它出味先。然后你就把那些鸭油拆掉。鸭有拌菜跟菜鸭啊，然后我们卤鸭大多数是用拌菜鸭。什么是拌菜鸭？拌菜鸭它瘦肉会比较多，没有这样油腻。菜鸭就是所谓的烧鸭用的，它就会比较油腻。他们烧的时候有油滴出来。所以做卤鸭最好是用拌菜鸭了。以前啊，现在新加坡已经没有拌菜，全部都是用菜鸭了。所以我们用的话，我们会选比较瘦的菜鸭，全部都是在3公斤这样的范围以内。来，我们就把它拿过来。现在做什么？现在就是把这些盐跟五香粉爬上去，就是它的肉会够咸够香。里面也是要放给它均匀，不然等一下一个部分很咸呐。OK。老板啊，我发觉到它的脚跟它的翅膀感觉上好像是折起来的，为什么呢？比较美观啊，因为当你卤的时候它的翅膀会打开，不像一只鸭。不然的话还有点四脚朝天的感觉。四脚，对，是把它折进去。折进去。好，所以这样直接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放下去啊。OK， 刚才你加进去的那一包东西有些什么东西来的？香料咯。那我听说你爸爸曾经把一个葵花宝典给交给您是吗？是啊。是否可以让咱们瞧瞧？好啊，让你们瞧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葵花宝典我终于可以拍东方不败了。所以这个是那个潮州老师傅教给他的。以前你们要看到这张药材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外传他们把它当成是秘密为什么你会拿到的？我父亲得到他的信任就把这张交给我父亲。所以老板，现在你还是有根据那个秘方那边用所有的香料吗？大致上在那边有的可以去掉的，我认为不用用。不过基本的应该有的是哪几种？你认为？我觉得桂皮、丁香八角。所以潮州卤汁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秘方呢？其实是没有啦，因为家里卤的你要去炒糖，然后你才慢慢来领我们是因为我做生意的，是，然后我们是整只这样放，然后我们南姜已经在里面了。OK， 刚才你就说到这个炒糖所以古早的卤鸭的做法对，就一定要炒糖上色是吗？对，古早味的做法就是一定要用糖去炒，炒到它的颜色变成2色这样，才来倒那些酱油香料一起下去煮。所以这个炒糖就是为了给那个鸭有颜色而已，是不是？对，有颜色，它香料的味道会进到鸭的本身。所以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不可缺少。后来才加水、酱油，后来再把那个鸭给放下去对。那老板要卤多久呢？这些鸭？这个鸭大概要卤1个钟头15分。你先放下去让它滚了，你就开中小火。OK， 你下完了你就轻轻勾上来。如果你不勾它压了，它会焦掉。好。老板是配粥的，不是配饭的。粥饭都可以，不过以我们潮州人是配粥比较适合。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讲？古早的时候，如果是潮州人去吃卤鸭饭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要粥。对。然后其他籍贯的人，就是他们可以粥饭都可以好，那老板粥是怎么煮的呢？粥要用新米跟老米来掺，因为太新的米它很黏，老米没有什么浆。煮粥的时候水要滚，要大火一直搅。OK。
OK。那老板，这个是我们习惯看到的辣椒加那个蒜泥。对。哎，不过这个就是没有搅碎的对，古早味的。就古早味是这样子的。对，这叫蒜泥醋。所以应该是这个蒜泥醋鸭肉点这个就好吃。这个里面也是有放糖啦，对，肯定要放糖来中和那个。有放糖，有放点盐吧，蒜泥还用的是小辣椒嘞。对，这个蒜泥醋本身它的味道很清新，而且它的这个醋味的确有那个碱腻。其实你会发觉到它的这个鸭没有那个鸭骚味也就是说用五香粉去腌过的那个过程有去腥的作用。是。单只是喝它的卤水的它的确是有那个药材味在那边的。不过它不是那种过重的药材味道。对，而且你知道的啦，我都跟你讲了，我不喜欢吃鸭胸的，这个我可以嘞，很嫩对吗？我觉得这个粥的话呢，没有很稠，但是呢，你吃起来有那个米香的味道。我就觉得，因为这个粥加上那个卤汁，这样子喝下去的时候呢，很有那种家的感觉。是的，就是就暖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Sylvia， 我看到你我真开心啊，因为呢，我知道呢，我的工作量减半。我平常就是因为看你这个古早味侦探太辛苦了，我特地来分摊你的工作量的。那很好，我知道你是来自台湾的，来新加坡多久了？已经8年了。也就是说，对我们新加坡的饮食文化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对？我觉得还可以。那你肯定有好介绍的，对不对？有，我今天拜托一个我厨师朋友，准备了一个颠覆版本的卤鸭料理要给你试。厨师朋友面子可真大呀！我这个厨师朋友已经有15年的西餐料理经验了而且他之前是在酒店餐厅做大厨。OK。可是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他自己出来创业，在这个小贩中心开了一家西餐的摊位。他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菜单，就是在固定菜单之外，他想要做一些创意料理，让食客来这边可以品尝不同的滋味。单只是凭卖相你已经完成任务。一看过去呢，它就是一个西餐吧，意大利式的 pasta。不过你一吃的时候，就是那个卤鸭卤汁的味道，它的那个咸度，它就不像传统的潮州式的卤鸭，因为那个潮州式的卤鸭会来的比较咸，颠覆的蛮不错的，我觉得。这道料理比较西式的元素，它把黄瓜换成了芦笋，所以那个口感保留了。那我还有吃到，就是里面的樱桃番茄增加了这道料理的甜度。最明显的就是你的是 penne， 我的是 spaghetti。有没有发觉到，其实它的那个酱里头它放了鸭肉所以在吃每一口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吃到那个鸭肉，还有那个 pasta， 就比较像那种西式的做法。那不如我们就去见一下它，聊一下。都还没有吃我们先吃完是吧？好，真的是。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卤鸭饭呢，颠覆到很好，谢谢。然后我非常的佩服，因为刚才我们在吃的时候也发觉到那个香料的味道不像传统的那个潮州卤鸭的那个汁，在这个卤汁方面，你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吗？中式的香料的味道会比较浓，华人的卤鸭饭会比较重口味。所以我会开始调自己的料，给它不要太咸，也不要太甜。那鸭肉呢？鸭肉你有什么特别的煮法吗？我会 marinate with 那个 dark soya sauce 跟五香粉，稍微等那2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用小火焖它。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老一辈的人，也适合年轻的人。OK， 这个我给你满分。下一档我的期望很高。我有信心。真的吗？会是一个惊喜吗？很大的惊喜。我们已经到了。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什么惊喜啊？这个就是那个牙龙的卤鸭，我有吃过熟。这个呢是跟牙龙一家老字号的卤鸭饭合作，它是卤鸭饭但是它是一个快餐店的形式。
就是说它的服务比较快嘛，不过 serve 出来的还是卤鸭饭啊。没有，你看一下那边挂的2个是什么？2只鸭，一只大鸭，一只小鸭，熟。没有，小的那只是卤鸡，它是用卤鸭的卤汁去做的卤鸡。Lucy，我们直接进去点2盘吃，你就知道了。Follow me。今天我带你吃的都是我已经吃过很多遍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很好吃。OK， 所以哪一个是鸡 ？OK， 我很明显的啦，鸡应该是在右手边的，对，颜色比较浅。对，那左边就是鸭，卤鸭，还有这边就有一些卤的小菜。因为这家店我很喜欢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卤鸭很好吃嘛。那我同时又可以点卤鸡双拼，就是可以一次吃到2个口味。它的卤汁呢是偏甜的，所以呢就不是潮州式的，是福建式。潮州式的呢是比较咸、比较油。福建式的呢的那个卤汁呢会比较甜一点。对。哦，陆建大哥，你觉得它鸡肉口感如何？它卤的恰到好处啊，它的那个肉质还很嫩。重点就是呢，它的精华呢都在那个鸡皮上面，因为它慢慢的咀嚼的时候啊，那个卤汁啊，所有的那个调味都在那个鸡皮里头。他们要煮那个卤鸭呢，花上大约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来卤，然后它会比较入味，因为鸡啊比鸭容易熟，要把那个鸡给卤得好，不会太干，不会太柴，也是一门学问。所以问你是没有用的啦，哈。我只知道很好吃。很好，那我们应该找一个店家来问一下。哦，对。这位就是这里的经理 Louis。Louis 你好。你好。他有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你会有卤鸡这个想法啊？很多顾客反馈说，因为天天吃鸭肉吃腻了，然后他们是想多一点选择，我们就想到鸡肉，然后我们想试着做看看。啊，不过这个卤鸭哈的整个工序和时间跟卤鸡比较不一样吧？因为鸡肉跟鸭肉的肉质有点差别，对不对？那当然了，我们做了几次试验，不过时间拿捏的不准，所以那个鸡不够入味。试了好几次，最后我们就成功了。不过哈，有没有发觉到啊？如果是这样子经过看到突然间有卤鸡，会不会很难说服人来吃卤鸡呢？通常顾客进来我们的店的话，他们就是想到吃卤鸭，是，所以我们推出一个鸡鸭双拼，可以让他们慢慢接受，所以效果还算不错的。这下一档这个卤鸭饭哦，它不仅是一个老字号呢，它现在还是一个连锁店，它的那个卤汁哦是有勾芡。我还知道他们有一个特制的虾米辣椒酱。哇，有做功课啊！谢老板是吗？是啊。请问你们这个老字号啊，对不对？对。哪一年开始的？是我父亲的时候，在1954年就开始在卖这个卤鸭饭了，就是很简单的鸭肉，还有一个白饭而已，就没有现在我们做的这样多元化。OK， 所以那时候的人比较喜欢吃鸭的哪一个部位？他们都是选择那些比较便宜的咯，就是吃鸭头咯、鸭脚、鸭翅膀这些咯，还有内脏的东西咯。那个时候鸭肉会比较贵，所以就是选择吃这些有骨头的哦，会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是连骨头一起的啦。哦，以前的鸭是没有起骨的，都是连骨砍下去的。但是到80年代啊，有很多顾客开始要求起骨的鸭，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做起骨的鸭。哦，老板，以前的卤汁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在做的时候，我的卤汁开始有勾一个芡。所以淋下去会粘在那个鸭肉上面，看起来比较好看又好吃。那味道方面呢？味道方面我也是有加多一点药材啦，不像以前我爸爸那个时候比较传统的药材几样，因为以前的人吃东西要求不高，后期呢很多人啊要求很高，我们的药材也要放重一点。所以什么时候你们是开始有这个卤饭的？因为之前的是白饭来的。对，我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卖卤饭，因为我们有卤鸭嘛，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卤水来掺在我们的饭里面煮来吃哦，就好像人家卖鸡饭嘛，他用鸡汤嘛，我们卖鸭饭用鸭汤哦，这样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的那个卤饭会吃起来更好吃。这个卤饭本身呢，真的是粒粒分明。好，我发现药材味真的是比较浓哦。对，我发现有药材，然后它的酱香味还是有，可是它没有那个死咸的那种味道。
它的那个鸭肉啊，煮的呢恰到好处，嗯，很软，很有味道。然后据说他们的汤也是蛮特别的，就是要个药材汤，不过它药材味道没有很重。是，我觉得这个拿捏的蛮不错的，没有说过于的重，你不会说喝了呢满口就是很呛的那个味道。对，要试试它的卤汁。除了当然它比较浓稠吧，因为有勾芡，而且呢很光滑之外，是有点小甜，蛮开胃的。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老板的这个版本哦，当然不是传统我们熟悉的那个潮州的味道，不过呢，他这里啊调一点点，那里调一点点呢，有他自己那个道理。对，然后呢，它是个连锁店嘛，所以呢，它是符合大众口味的。是。李安娜，我们去了3家老字号啊，他们制作卤鸭饭的那个方法呢，还有用料，虽然看似一样啦，不过在细节上，我觉得呢是稍有不同的。可说是呢，各家有各法。是的，我在网上找到一家颇有名气的卤鸭饭店，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因为我们多吃的话，可以找出可能还原的那个线索。你真的是没有骗我了，你真的是喜欢吃卤鸭饭呢？好，所以老板在2013年开始营业，然后他是跟他的七舅学来这门手艺，所以他的七舅经营了45年的那个卤鸭生意。然后2013年他七舅退休的时候呢，老板就开始这个生意。它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它有配汤的哈，这个是咸菜鸭汤。对，是老板把鸭肉起骨之后呢，然后呢去熬的咸菜鸭汤。来，就试试看。它的卤汁里头呢，有那个非常浓郁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带点甜味在那边，而且也不是很稀。是的，我们之前有了解到，就是它那个卤汁有过芡。OK， 那我们吃过那几档卤汁里面都会有桂皮啦、花椒、丁香、八角，还有芫荽子。所以吃鸭肉的时候呢，我觉得它那个鸭骚味好像没有那么重，可是我觉得它好像还有加其他的药材。有一股药材的那个香味，然后听老板说，他们的五香粉是自己的秘方，是找人帮我们磨成粉的。而且因为它这个是起骨的，不过它的那个鸭肉呢都是比较薄的，所以就没有那个很韧的那个感觉。是，那这个辣椒也是不一样，那个蒜泥醋，对，它是蒜泥醋配这个自己炒的belacan。李安，不要小看我们节目的撰稿，它不是乱盖的，好不好？它竟然可以找到千年潮州老餐馆。千年，它是哪年开始的呢？1930年，才91年啊，哪里有千年？90年还不够啊！你现在几岁？33。大你3倍好不好？重点是它卖的是潮州卤味中的 No.1， 也就是潮州卤儿。许老板。我们来了，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可以吃了。好，给你们请坐，我去准备东西给你们。谢谢，来。虽然卤鸭跟卤鹅的卤制方法大同小异，但在潮汕人的心中，卤鹅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原乡中国潮汕地区，流传着无鹅不成席的说法。有潮汕美食家考证，潮汕卤味最早是从狮头鹅的卤制开始的。潮汕卤味虽然品种不少，却以卤狮头鹅为上品。弟弟，你有没有吃过鹅肉？没有吃过哎。那我有这个荣幸吗？成为第一个夹鹅肉给你的人。谢谢。一个就是卤鹅，另外一个是卤了之后拿去炸的。我觉得它的卤鹅呢是非常入味的，然后它的嚼劲比鸭还要再足一点。是，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说吃鹅肉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削得比较薄，这样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硬，再加上你慢慢的咀嚼的时候呢，其中的味道就来了，越咀嚼越香。是，那你觉得这个卤汁的味道怎么样呢？我可以吃到比较鲜明的那个药材味道，然后那个酱香味也蛮重的。的确，来试一下那个炸的，我觉得这个炸过的别有一番风味呢。它的确是有一点点那个野味的那个，就好像我们吃鹿肉的时候那个味道在那边，不是我们家禽的那种味道。是，太神奇了，完全是不一样，真的。
你不会想象说这两个呢是同样的肉来的，对不对？对对。许老板，刚才我们吃的炸的那个鹅啊，是一个传统佳肴来的吗？对，是潮州的传统菜色来的。那个真正的名字叫炸燕鹅，是从潮州汕头那边传过来。因为潮州人喜欢吃鹅。是。可是后来因为鹅在本地比较难饲养，所以一般上人家不大养鹅，鹅种也是少。所以就改变成用鸭来代替鹅。那这个卤鹅跟卤鸭的卤汁啊，是不是一样的？大同小异。一般上去补充在卤鸭的卤鹅，它那个卤汁就是南姜、蒜头、八角、桂皮，就是这4种。可是我们自己另外再加8样的配料，所以它的味道比较香浓。老板，那你在卤鹅之前有没有腌制过那个鹅？有，卤鸭、卤鹅一定会腌制，最少8个小时。它的肉里面才会入到味道。那你是用什么来腌制的呢？一般上腌制就是盐跟五香粉。那老板，我知道南姜是一个非常东南亚的食材，那为什么会传到潮汕地区呢？这南姜是南洋这一带的东西，可是从郑和下西洋之后，把很多南洋的这些特产、这些香料带回去中国，尤其是在汕头那一带，他们有这个南姜，就发现加上这个卤里面卤，那味道更浓。所以在汕头、在潮州有一句老话，捡到一块南姜，死了一只鹅。他为了不要浪费这块南姜，一定要杀这只鹅来卤这个南姜。我们要先决定要用什么样的香料。我们把4家的全部列出来，然后他们通用的那几个我们就用了。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决定要用的基本香料应该有5种，那就是八角、桂皮、花椒、盐水籽跟丁香。其中一家店家还有提到，其实这些香料它目的是要去掉鸭的骚味。有其中2家他们有说去掉这个骚味的，他们是用那个五香粉嘛，对，来腌过，对不对？另外2家是直接是穿烫。我们就2种方式都试一试，看看2种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要去买那个香料五香粉嘛。安东尼是吗 ？Hello， 你好，我是布莱恩。既然你是潮州人呢，那你就对这个潮州卤水所需要用到的香料呢，一定非常熟悉，对不对？对，我们潮州人是很喜欢煮卤的东西了。所以在卤汁当中，香料有什么作用呢？好像我们的鸭很重的味道，对不对？是。所以我们用这个香料是用比较强的味道，所以来盖住这个鸭那个腥味，所以是去腥的。去腥的啊，对。所以我们要用那个五香粉哈，你的五香粉是就是这个五香粉，我们配好了。OK。我觉得老板的五香粉的味道蛮有层次的，对，我可以很明显的闻到那个桂皮的味道，还有那个丁香、八角。对，除了这个五香粉我们来用来腌制之外，我们还需要实实在在的一个香料，因为你要煮那个卤汁，所以整粒的我们需要的是2个 S 3个 C，Star anise 就是八角，然后四川 pepper 就是花椒，2个 S 好了，对，3个 C 就是clove 丁香，对，还有cinnamon 是桂皮。OK， 你们用的有可能就是盐水，所以变成3个 C。对 ，coriander seeds 然后我们还有五香粉是直接贸易包的，整包在里面的。这样够腌制一只鸭啦，不用太多了。对，这个全村的鸭都可以了哈。OK 你还钱，老板，OK 单。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了，就是我们要还原潮州卤鸭饭。我们有2档了，好不好？我们都是古早味的。然后你的做法是川烫版，你就川烫。我就是有那个五香腌制的啊。昨天晚上呢，我就找了我的助理已经腌制好了。不过呢，如果说真正要的话呢，我们应该用那种拌菜鸭。不过现在新加坡找不到拌菜鸭了，所以我们只能找到的呢，就是没有那么肥的菜鸭。
然后呢，我们是用了这个五香粉，就是在 Anthony 那边的买的那个五香粉，还有盐。是的，最主要的呢，就是一定要进它的内部，它的骨头呢什么的就可以吸收到了五香的那个香气。好，因为我的已经腌制好了嘛啊，你就做一个川汤啦。我们川汤之前要先洗过那个鸭，要把它的这个油给去掉。好，还有它翅膀呢要收进去哦，收进去。所以它出来就比较美一点啦，对它不会这样，这四脚朝天是。好，我们去川汤了啊。OK 咯，有。OK， 然后就给它滚，就可以把它给拿出来。哦。哎，我会挂鸭嘞。哦，好好笑哦！这个是我们的 light stand 还是什么 stand 来的？突然间就变成来挂鸭的。我的鸭已经挂好了，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样东西要做的就是要先干炒我们的那些香料。所以要炒的就是这些全部啊？没有，就是它各有它不同的分量。看它的味道的轻重，然后呢，为什么要炒？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油分，是要把它的油给释放出来。你闻到它的香味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关火。是，这个真的是香味扑鼻，然后要跟它绑起来了，对不对？是。好 ，OK， 现在你需要什么？我们要有那个老卤，这个老卤有多少年的历史啦？20多年的历史了。对，所以我们老卤的话呢，是我们卤汁的底味。是。新卤的话，我们要7到8个星期才可以有这个味道。所以有20年的老卤，可以找到那个原汁原味。最主要的就是当年呢，这些小贩他们在卖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加入这个老卤的。是。现在它稍微滚开，我们就把那个香料丢进去。OK 了。等我们几时加南姜下去？南姜也是可以现在下。我发现老板在卤的时候呢，他就是一只鸭，他用这样子的分量，然后呢，它的茎的部分他也放下去，然后要拍对不对？要拍对。这边呢？好，就放下去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放那个老蒜，要不要拍？不要。也要拍，它的味道才会出来。就这一锅，直接进去这边的。好，那潮州卤水的灵魂食材就是那个南姜，它可以去腥，它也可以提香。然后古早味侦探的灵魂人物呢，就是陆江。你为什么没有来敷衍我点头一下？真是不会做人，敷衍也不会。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炒那个糖色。炒糖色的时候呢，要先下油，是，然后呢再下那个白糖。糖呢不只是给它那个色泽比较亮，它也是给它的甜味。是，哇，真的开始变色了哦。对，它的颜色开始要变黑了，我们就把那个酱油放下去。好，酱油进去，还有一点酱青。然后给它融化一下。这样是对的嘛？它会慢慢融化。真的啊？你有看到你的师傅做这个环节啊？他没有他就是没有给我看这块。你搅得很久还没有融化呀？我不懂哎。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努力吧。我们是不是也要加一点水下去？我加一点水啦，好，因为有时候这种煮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要凭感觉的，真的。有可能我加多一点水下去，你的糖就比较容易溶解。加了水好像比较好哦。有。反正我们也是需要多点水的嘛，对不对？因为那个2只鸭进去要浸泡在那个卤水里头，对不对？呀，他讲是卤水吗？我们有那个卤的部分了，我们就要有水吗？鸭饭。要有的呢，就是那个鸭，还有那个饭。饭开始煮了吗？start 了。好，饭我们就用饭锅煮啦，我们不用说回到古早味那时候又用那个生火啦，那个很难呐。而且在这种地方不可以放在外面又有点小暗。其实我们直接把这个倒入那2个大锅里头，然后这个它一起溶解在里面。对，因为还会继续煮的嘛，对不对？是。哇，好像是麦芽糖了这个。要分一半吗？要啦。那这个一半给你，另外一半给你。
OK， 很好。现在就可以放鸭了吗？现在可以放鸭了。OK， 那这是你的，是，这次是我的，是的。我们各自处理自己的鸭。好，要为我争光，知道？我们时不时要翻动这个鸭，不然它的那个鸭皮可能会沾到那个锅底。是。哎，坦白说啊，当我把这个卤水啊淋在这个鸭上面之后啊，它呈现出的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有点金黄色的感觉啊。是。不然这样啦，这个由你来掌管。好。现在我马上呢去做那个辣椒，那这个给你。好。好。现在我们要做的呢是比较古早味的蒜泥醋加一点点辣椒，而且它的那个蒜泥啊也不算是泥啦，因为呢我觉得它是剁碎的蒜头。好，这个蒜头呢我已经剁好了，另外呢就是那个辣椒，对不对？对，然后它的辣椒，这样就够了啦，有点颜色就对了。你那天老板的蒜泥醋是有一点点甜的，对不对？是，什么糖可能要下多一点。肯定，然后盐。少许，最后才下醋。对，你将会成为我们的最佳配角，把我们的主角卤鸭推向另外一个高峰。给要加醋了，这个就是那个白米醋。OK， chef。还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做的吗？暂时是这样，我们给那个鸭先卤好。如果说当年呢，他们做这个家庭式的卤鸭的话呢，所以他们应该会像你这样子，一直淋，一直在淋。时间过了多久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吧？真的吗？我觉得我的手指在颤抖。然后刚才翻的时候，我才发觉到我可怜的鸭这里有点焦了，那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觉得在家里要卤鸭其实不容易，锅子没有那么大。对。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鸭取出来掉了。其实颜色很漂亮啊。OK， 轮到我这只了。哦，我的天哪！哎，好神奇哦！哦，内脏。对，还有内脏。我们两个有点难以置信，你知道吗？就在那边，然后傻傻的看着那2只鸭挂在那边。我们现在就卤内脏吧。好，我们就煮粥吧。好，煮粥来。所以我们用的是2种米，一个是新米，一个是老米。因为新米的话，它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煮出来的粥会太过黏。所以我们需要掺一些老米进去。呀，这样我是不是要先来砍鸭了啊？你就做那个啦。好，1分为2。因为我们的是街边卖的嘛，对不对？哪里有时间切片啊？就直接砍了。你的粥那边怎么样了？开始要开花了。哇哦 ，OK， 然后这样子呢，就淋上卤汁了。哇，潮州卤鸭。有点难以置信，对不对？对。其实我从刚才2只鸭挂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有一点难以置信。误打误撞就有这个成品出来。卖相是在辣，颜色是在辣，像是味道辣，就吃吧。好吧。你的是用这个穿烫的方式来去那个鸭骚味的。是。所以有那个鸭骚味吗？竟然没有哦。好，那我们就尝试一下有腌制过的方式。好。确实没有那个鸭骚味了。不过这个呢，有那个5香的那个香气在你的口腔里头，你越咀嚼它就越出来。对，好神奇啊！然后现在要沾上我自制的这个蘸酱，就是那种偏甜带酸，非常开胃的那种蘸酱。非常开胃。现在我吃了，我还想再吃，好像试试看那个内脏啊。好。这个鸭胗啊，我觉得我们卤的刚刚好，它还有一点点那种咬劲，是吧？我觉得配粥就刚刚好，就是很顺滑的那种口感。对，有点小感动哎，现在你会不会啊？会，就是我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信心可以完成这道菜，是。可是看到我们现在眼前的这道菜，我觉得我们的卤鸭饭、卤鸭粥非常的成功。看是看，你知道，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实实在在的品尝到这只卤鸭，然后
就发觉到它的那个工序，你要说是繁琐的话，它不会那么繁琐，因为我们还好有这个老卤。如果说没有老卤的话呢，我们就要从零开始，那个味道或许没有那么的浓郁。是的，不过窍门是在于什么呢？香料的拿捏，你要放多少，你用的酱油要用多少，酱青要用多少。所以就得看那个厨师本身如何的去拿捏，对不对？如果有机会能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道菜呢的背后呢有很多人的心血，很多人的创意，再加上呢很多的那个爱。所以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感动，你会觉得 ，Yeah, life is beautiful。